就凭你们几个探子也想拿我？大人，土匪大部队快到了，衙役就剩我们几个，上一任卷钱跑了，朝廷也下了文书，不要咱们云溪了。还没到，就还有机会。走，先去外面看看情况。哟，新来的县太爷，自身难保，还出来装什么样子？前头那个卷了粮就跑，这个怕是来捞最后一笔的吧？你爹娘呢？他爹娘上个月就饿没了，哎，这逃命都没人肯捎上他。城里就这么1粒余粮，30担，撑不了几天。有是有，城东、王员外囤着够全城吃3个月的粮，全是这2年灾荒低价从百姓手里收来的。可那是头貔貅，只进不出，您就别指望了。王员外是吧？张捕头，我不跑。大人，你以为开门投降，周老大就肯放过我？2年大旱，他山寨里也早没了粮。他要的不是抢一把就走，是把云溪最后一口粮、最后一个壮丁全给搬空。投降，就是把刀递到他手里，让他一刀一刀慢慢割。可咱们拿什么打？7、8个衙役，一群手无寸铁的百姓。百姓不是手无寸铁。张捕头，你立刻去办3件事。第一，城里所有的门板、桌椅、石碾子全搬到城门后头，垒成路障，留几个青壮在门后死死顶住。第二，所有能上墙的男人，不论老少，一人一根木棍，1块砖头，全给我轰上城头，只要露个人头就行，让城外看着像有千军万马。第三，城里做变竹的还在不在？在。老吴做了一辈子变竹，囤了不少硝石硫磺，本想等秋收办场庙会。庙会不办了，带我去找他。大人要这么多火药做啥？放炮仗吓土匪？人家又不是3岁小孩。不是想。铁砂碎瓷片、生了锈的钉子有没有？有是有，后院一堆破烂，全搬来。埋地里，炮仗埋地里还能炸出花来。大人，您这是糟蹋小老儿的好火药啊！是糟蹋还是救命？一炷香之后见分晓。城头每隔几步插一支火把，城内空地上几10个半大孩子，一人拖一捆待叶的树枝，待会儿在城后来回奔跑。这是干啥？远远望去，火把连成一片，是灯火通明的军营。尘土腾起来，是千军万马在调动。周老大并不知道城里只有7、8个衙役，咱们就让他永远不知道。记住，以土雷的炸响为号，雷一响，火把全点，孩子们的树枝全拖起来，一刻都不许停。哟，云溪这破县城还点上灯了，城上的听着，开门献粮。本大爷今儿心情好，留你们一条活路，敬酒不吃。我是云溪县令沈燕，周老大，带着你的人回去。县令，我当是谁？3天前那个新来的软脚书生，就凭城头那几根破火把，也敢当老子的道？兄弟们，给我冲！进了城，粮食财物随便拿。再近一点，点。大哥！这是什么妖法？官军，云溪什么时候有官军了？是伏兵，城里有埋伏，快撤！有埋伏了，快撤！退了，大人，咱们真守住了。拿着，有我在，没人能抢走你的吃的，也没人能拆了你的家。都看见了吗？这是朝廷下的文书，上头写着：云溪地弱民贫，着急裁撤，赈济不在。意思是，朝廷不要咱们云溪了，赈灾的粮不会来，救命的兵也不会来。在他们眼里，
这座城，这城里几千口人，早就被一笔勾销了。可是，朝廷不要咱们，那我们自己救自己。云溪不是哪个大人的官，不是哪个员外的产业，是你们自己的家，是你们一砖一瓦盖起来的，要过一辈子的家。家被人欺负到头上了，是跪下来求饶，还是站起来自己守？守！咱们家，咱们自己守！大人，老张这条命，往后就是云姬的了。守住了，哼，守住又能怎么样？老爷说的是，那姓沈的不过是侥幸。侥幸不侥幸不打紧。30道梁，几千张嘴，我看他能撑几天。等梁一断，这满城的人，连同那个姓沈的县太爷，还不是得乖乖的来求我？大人，小的连夜清点过了，满打满算30式。30式，掺野菜康服，撑死1个月。1个月后，这满城的人就得开始饿肚子了。张捕头，我问你，地里现在种下去，麦子几个月能熟？快也得3、4个月。大人，您是想种地，可咱们的粮只够1个月，等不到麦子熟啊。再说这2年大旱，地都旱裂了，种下去也是个死。粮的事我另有打算，但地必须现在就种，1天都不能等。种旱成这样怎么种？地能不能活不在天，在人怎么种。走，把村里种地的老把子都给我请来。这是老李头种了1辈子地，10里8乡，论士农庄稼，没人比他更老道。他点头，这些人才肯跟着干。今年的地我要换个法子种。第一，选种，挑最壮的麦穗，最饱的粒瘤种。第二，沤一种新肥，壮地力。换法子？大人是读书人，没下过地吧？我老李种了50年地，从我爹我爷那辈儿起，种子就是脱了粒往地里撒，哪有挑挑拣拣的道理？挑那么几颗就能多打粮？再说了，这天旱的能晒死牛，种啥死啥。大人这是要让大伙儿把最后一点种子白白扔进土里喂耗子，白费力气。是啊，这旱年种地纯属糟蹋种子。我不要你们信，给我半亩公田，我自己种，自己挑种，自己沤肥，自己挑水浇。1个月，1个月后，你们来看，我这半亩要是没比寻常地里长得壮，这法子我再不提半个字。行啊，老孩儿我就蹲着田埂上看大人您的笑话。大人，这穗子有啥不一样？你看这一穗，穗大粒匀，没虫眼，杆子粗壮，这是好的，留下。这些瘪的、瘦的、生过虫的，喂牲口。种子是庄稼的根，根好，苗才壮。挑得再仔细，种到旱地里照样旱死。我倒要看看你拿啥浇。那边，把牛粪、烂草、灶灰一层一层堆起来，中间插几根杆子透气，泼上水，再盖层土。嘿嘿，大人，一堆粪还能堆出花来？粪不就是粪吗？3天后，你们来摸摸这堆粪。摸粪？摸粪干啥？摸摸它，烫不烫手？我活了60年，头回听说粪能自个儿烧起来。大人，您可真能耐。烫，真烫手。这粪堆自个儿烧起来了，这是啥写法？真烫，隔着手都烫，邪门了，粪咋还冒烟呢？不是邪法，粪草沤在一处，自己就生热。这一把火把粪里的脏东西、草籽烧干净，壮地力，顶3把寻常粪肥。发烫又咋样？能让旱地里长出苗才算本事。阿和，累不累？
苗子长好了，大家就都有饭吃了，就没人会饿死了，对不对？对。看吧，我说啥来着？瞎折腾！大人，您那半亩怕是也冻成干柴喽。这兀熟的肥，既壮根又护苗保暖。霜冻来了，它能替苗扛上一扛。这咋可能？同样的天，同样的汗，咋能差这么多？邪门了，真的壮。大人，这是我家留的种，您教教我咋挑。老李头，你种了50年地，比我懂土、懂苗、懂天时。我只多懂一样，种地不光靠天，更靠学问。天不下雨，咱们沤肥保墒。祖宗没挑过种，咱们就挑出最壮的瘤。天管不了的事，人能管。祖宗没做到的事，咱们这辈能做到。苗子真的长好了。老爷，那姓沈的半亩试验田成了，麦苗高出旁人一头，全村的老把式都服了，正吵着要跟他学。照这势头，今年的收成怕是要翻番。我囤了满仓的粮，等的就是这满城的人断了粮，走投无路，捧着银子、地契、闺女来求我高价稻粮的那一天。可那个姓沈的，竟想让这帮泥腿子自个儿种出粮来，那我这满仓的粮，这一盘算计，岂不是全成了废纸？不能让他成，绝不能让他熬到秋收。黑风寨那帮人上回吃了大亏，正恨着他。你亲自跑一趟，带上银子。老爷，您这是要勾结土匪，这可是杀头的罪。蠢货！姓沈的有防备，土匪明着来占不到便宜。可要是有人从城里头给他们悄悄开一扇门呢？里应外合，神不知鬼不觉。我倒要看看他那半亩苗护不护得住他自己这条命。吴师傅，50两，事成之后再给50两。管家这是啥意思？帮个小忙，3天后半夜，城东那道小门，你想法子卸了门烧。还有上回炸土匪的那些个土雷埋在哪儿，你给指清楚，趁夜悄悄起出来。你们要放土匪进城？吴师傅是聪明人，跟着那姓沈的，迟早跟全城一块儿饿死。王老爷看得起你，才给你这条道。报酬给你了，3天后半夜，东门点个报兆为号，告诉外头一声妥了。大人，王员外的管家要小的谢城门起土雷，放黑风寨进城。这是他塞来的赃银，小的一文没敢动。好个王员外，通匪，这是要满城人的命！大人，小的这就拿了他。拿？凭一锭银子一张嘴，他咬定是诬陷，反咬老吴一头，怎么办？他要里应外合，那我就给他这个里应外合。大人的意思是？3天后半夜，你照样去东门，照样点那个炮仗，照样告诉土匪门开了，垒起干净了，放心进。至于进了城，等着他们的是什么？张捕头，把上回守城那帮青壮，连同肯出力的庄稼汉，连夜悄悄召齐。老吴，小的在。你那铺子里的火药够不够再赶一批土雷出来？够，管够。他要的是一座空门，那咱们就备一份大礼送进这空门里。上回大人放炮仗炸土匪，老汉没赶上趟，这回算老汉一个。姓沈的，这回老子有内应，门也开了，雷也拆了，看你拿什么挡！是信号，妥了，兄弟们杀进去！粮仓姓沈的脑袋全是咱们的！点。怎么会有雷？老吴的老东西耍他们！
别动！城东小门后半夜炮响为号，事成酬银300两，另赠2天白亩。王员外的亲笔，白纸黑字，还要我念下去吗？是城东王员外，他给银子让俺们半夜进城杀了沈大人，抢了粮床。通匪谋逆，大人，这王员外死100回都不够。光是通匪，还便宜了他。走，去王家，我倒要看看他那满仓的粮到底是从哪儿来的。沈大人，你血口喷人！我王某乃本地乡绅，你凭什么？凭这个，开仓。李寡妇卖女求粮，得粮半斗，赵家点田10亩，换粟1担。是我家的粮，再年他300文就收走我2担，转头要1两银子才肯卖回来。我闺女就是那年被他换走的。吃血馒头的畜生，打死他这土匪的狗东西！这些粮本就是从你们手里被强收、被贱买走的，今天一粒一粒还给你们，按人头，各家各户即刻开仓分粮。王家的田谁没地谁来认。可我今天分给你们的，不只是粮，是个道理。谁种的粮就该谁吃，谁守的家就该谁过好日子。粮不该烂在奸商的仓里，田不该攥在喝血的手里。从今往后，这云溪的日子咱们自己说了算。还有，光分粮吃几个月也吃完了。从明日起，云溪以工代赈，修水渠，整荒田，筑城防。凡是来出力的，管3顿饱饭，另发公粮，不让一个人白等着饿肚子。活了大半辈子，再年头一回还能分到粮。大人那天说的都做到了。大人，粮食分下去了，以工代支也开了头，可这天还是旱的，地还是裂的，光靠井里那点水，人挑肩扛，浇得活半亩，浇不活1000亩啊！是啊，半亩田的法子，要想铺满云溪，缺的是水。开山，云水。大人，这石头邪门的硬，这是石锤，方圆百里论打石头凿料，没人比他更带行。哎，大人，这是青石，硬得很，光凭咱们这点凿子锤子，一寸一寸的凿，凿穿它，少说半年。半年，地里的苗等不了半年，分的那点粮也撑不到半年啊！唉，没法子，石头比人犟，没好铁器，没硬办法，修不成。不用半年。大人说啥？3天，我让它裂开。大人是读书人，没敲过石头吧？这青石，祖师爷传下来的法子，也只能慢慢凿。3天裂开，除非天上打个雷劈了他。去把老吴，连同他铺子里的火药，都给我请来。火药？大人，您是说拿炮仗崩石头？炮仗那玩意儿，崩个响冒个烟吓唬人罢了，还想崩开青石？大人，您这是要拿火药为这山喝个响啊！老吴，上回打土匪那火药，崩土够用，崩石不够劲儿。回去按我说的，加硝减碳，再熬一批硝出来，劲儿得翻一番。加硝？小的这就去熬，后墙根老茅厕底下那些个硝土，正好刮一批。照这些记号，往石头里头凿深孔，1指宽，2尺深，一个挨一个排成一条直线。在石头上凿这么深的窟窿，凿料我们在行，凿这没用的洞，图个啥？图它沿着这条线，齐齐正正的裂给你看。都趴下，捂住耳朵，张开嘴。没我的话，谁也不许出来。我倒要看看这火药能把青石怎么样。点了。哼，我说啥来着？这不就是个哑？
裂开了，我的个豆，真崩开了！这怎么可能？大人神迹！老汉活了50年，凿了50年石头，从没见过有人能这么开山的。石师傅，这不是什么神迹。你看他，平日里他是过年的变竹，图个响，图个乐。真到了打仗，他又能要人的命。可同样是他，今天能给云溪开出一条活路。东西从来没有好坏，刀能杀人，也能切菜；火能烧屋，也能煮饭。火药崩山好不好，不在这东西本身，在握着他的那只手，心里头装的是谁。歇场，早一天通水，就能早一天交上地。只要早一天交上地，这日子就早一天攥进咱自己手里，日子攥在咱自己手里。水有了，可这大人，水都引来了，您咋还愁上了？旱了2年，地力薄，光浇水上寻常的堆肥，苗能活却长不壮，结不出多少粮。庄稼跟人一样，光喝水不行，还得吃饱吃好，得给他再加一顿硬菜。硬菜，大人，您又要鼓捣啥新名堂？烧石灰，沤一种新肥，专治这薄地，能让庄稼吃饱长壮的硬菜。大人，您这是要烧石灰？对，烧成石灰，掺进堆肥，撒到地里。撒地里？石灰是抹墙砌石头用的，还能当肥喂庄稼。挑种、沤肥、匀水，沈大人那都是真本事，老干部。可拿石灰喂地，石灰烧手烧苗，撒下去不把庄稼烧死才怪。就是石灰要能肥地，那砌墙的泥瓦匠早成种田的老把式喽。我看呐，这回大人是真要瞎胡闹一场喽！瞎胡闹！挑种那回你们也说瞎胡闹，沤的粪自个儿发烫那一回你们也说邪门。大人说能成，那就80%能成。老汉我信他。你这是服的连脑子都不要了。要不要脑子？等麦子熟了看穗子。这还是硬的呀，白烧了。我说啥来着？石头浇了水还能开出花来不成？大人，这一摇柴火，一夜力气全打了水漂喽。火不够旺。2窑了，2窑的柴火烧了个啥？我家分的那点柴可不够大人这么造的。散了，跟着烧石头，迟早把锅都得当喽。大人，要不咱别烧了吧？石锤，你打石料的窑，那得怎么把火吹亮？拉风箱啊！风箱使劲一拉，火舌子能窜半人高。风箱。这火比小的熬硝的炉子还旺，还不够，接着拉，火得白，白到刺眼，才算到了火候。大人，您歇会儿，吃口热的。快了，这一回烧得透。这石头咋烧白了，还这么轻？我的老天爷，石头浇了水，自个儿滚开了，还冒烟，还烫手，这是个啥呀？这真烫，这石头活了。烧透了，它就有了劲儿，化过了水，再沤进粪里，就不烧苗了，只撞地。这一把粉掺进堆肥，撒下田，就是给这薄地加的那顿硬菜。谁？是我，老张家的。我来守苗的。这要是夜里被谁家牛羊给啃了，糟蹋了，可咋整？行，你守前半夜，我守后半夜。这半亩地的苗，是咱云溪
往后能不能吃饱饭的念想啊。自家这岁31、32、34里，往年这算顶好的了。1、2、3、4、20、30、40、60、61，翻了1倍，一簇顶我2簇。叔叔，真的，这一岁60多粒儿，这，活了一辈子，种了一辈子地，老汉我从没见过这么能打的庄稼呀。李师傅，这不是什么仙术，是土里的道理。人要吃饱才有力气干活，庄稼也得吃饱才能多结粮。水、肥、好种，就是庄稼的饭。以前没人喂它，它当然瘦；喂饱了，它就给你这么多粮。学问这东西，不分高低，不分贵贱，能让你们多打几斗粮，多吃几顿饱饭的，就是顶顶好的学问。这是咋了？病了？没病，大人是没盐吃，浑身没劲儿，光肿。没盐？哎，大人有所不知，咱云溪不产盐，吃盐全靠外头贩进来。这2年一闹灾，盐价跟疯了似的往上窜，1斤盐30文，都赶上半斗粮了。穷人家哪还吃得起？好些人一连几个月没沾过盐星子，可不就浮肿了？粮有了，接下来得让大伙吃上盐，吃得起的盐。听说云溪今年要增产，灾年增产，亏那姓沈的想得出。我看呐，是想拿着空话去糊弄朝廷的赈灾粮吧？就是，2年大旱，颗粒无收，府城卷宗写的明明白白，云溪饿殍遍野，能有口糠咽就不错了，还增产，做梦！让他们看。开镰！我唱50斤、100斤、150、200，乡亲们，往年顶好的年境，1亩地累死累活，撑死也就到这儿了，300，够了吧？到头了吧？1亩普通的地400斤，往年拼死拼活才打200，这翻了1倍，还不止啊！400斤，我没听差吧？1亩400斤，还没完，那块上了石灰肥的地也收了，过秤。300、400、500、600，1亩600斤啊！做梦！几位员外，这梦做的可还舒坦？600斤，600斤啊！李师傅，先别急着谈，这还只是头一季。头一季，地越养越肥，种子年年挑最好的留，往后铁器、新肥再一样样跟上。今年600，明年、后年，这个数还得往上翻。行好，换点粮吧。白面，你们云溪顿顿吃白面馍？可不，今年收成好，管够。大爷，先垫垫肚子。2年了，整整2年了，我都快忘了这白面是个啥味儿了。不过是来走个过场，盖个章，回去好接着支领那笔赈灾的钱粮。大人，这跟卷宗上写的对不上啊，咱回去怎么报？
赵氏报上去，云溪好端端的，富得流油。那这2年，朝廷拨下来本该送到云溪的那笔赈灾钱粮，要是被查到，我什么也没看见。回去照旧报云溪，地利民贫，赈济无功，恶评依旧。大人，这顿饱饭是您给的，要不是您，咱一家子早饿死了。大人您请上座啊。这话不对，这粮食不是我种出来的，是你们一锄头一锄头从这旱了2年的死地里亲手刨出来的。我没给你们一口饭吃，是你们自己靠着脚下这片地，靠着脑子里学来的法子，亲手给自己挣回了这碗饭。我要你们记住今天，记住，日子过得好不好，不靠老天爷赏脸，不靠哪个青天大老爷开恩，靠的是我们自己这一双手。娃呀，记住大人这话，咱庄稼人的腰杆活了这把年纪，头一回挺得这么直。大人不收，咱这心里过意不去啊。要谢就别谢我，咱云溪如今家家都有了余粮，可你们想想，村东头那位瞎眼的婆婆，西巷那几个没爹没娘的娃，婆婆、师母，沈大人说了，有了粮，谁也不能再饿着。有了余粮，有了能腾出来的人手，盐的事、修路盖房的事，都该一桩桩提上来了。大人，不好了！出什么事了？临县闹起了痢疾，上吐下泻，已经死了好些人了。这几日天又热，逃荒的、换粮的人来来往往。今早咱云溪也有人起了一模一样的病症。粮的账刚打赢，一平这一仗已经堵到家门口了。陈郎中，求您救救我家娃儿啊！大嫂，不是老朽不尽心，这是时疫，是老天爷降的灾。临县都已经死了上百口了，能不能扛过去，只能听天由命啊！谁说只能听天由命？陈郎中，这病不是天灾，不是天灾，是脏东西从嘴里吃进去的，脏手脏水没处理的秽物，病就藏在这些个你看不见的脏东西里，顺着嘴钻进肚子。从今天起，全城自前闭后都得洗手，喝的水必须烧开了再喝。病人的秽物、呕吐物一律拿石灰深埋，染了病的单独挪到城外的隔离棚，不许乱窜。洗手，喝开水。沈大人，您是说洗手、烧水就能挡住这要命的时疫？我们陈郎中行医一辈子都没法子，洗个手就能治病，这不胡闹吗？就是，水还非得烧开，生水喝了几十年也没见咋样。沈大人，种地开山您是行家，可这医道这时疫，老朽别拿全城上人的命开玩笑啊！是不是玩笑？10天后就知道。大人，这是熬啥呢？这味儿可不咋好闻。熬出来你就知道了。这黑乎乎一坨能干啥？来，伸手。我的天，手咋一下就洗白了？光用水搓半天都搓不掉的泥，它一抹就掉。这东西叫肥皂，它能洗掉的不只是看得见的泥，还有那些你看不见的要命的脏东西。城门设岗
进出洗手，各家挑的水必须烧开。病人是，全数挪进城外新搭的隔离棚。凭啥不让我进去看我娘？我娘病了，我连面都不让见。你们这是要拆散我们娘俩啊！老哥，听我一句，你这会儿进去沾了病气，出来再传给你媳妇儿、你娃，到时候你们一家子谁也跑不了。隔开是为了护住你全家。旁人沾都不敢沾，你咋还往跟前凑？我若也躲得远远的，谁还信我这一套法子？我说什么来着？11是天灾，治不了的。老朽这把老骨头认命了。陈郎中，别急着认命，你拉得脱了水，身子就空了，人才会垮。把这水一口一口喝进去，补上，你就垮不了。活过来了，死了几个？回郎中，一个都没死，全治好了。下地的下地，干活的干活了，一个都没死。临县死了上百口的食疫，到了咱云栖10几个人病了，竟一个都没死。沈先生神迹，老朽行医40年，自以为懂尽了岐黄，今日才知，我不过是井底之蛙呀！陈郎中，这不是什么神迹，是讲卫生的道理。病从口入，那些个你看不见的脏东西才最害人。以前没人说，不代表它就不存在。医道不该只盯着人病了怎么治，更该教会大伙儿怎么不生病。治好一个病人是医术，护住1成人不病才是医道。饭前洗，饭后洗，脏手碰嘴不可以。喝开水，勤洗手，病魔见了绕道走。瞧瞧，这些娃娃懂的道理可比咱们这帮老骨头还多呢。粮有了，病也压住了，可这盐还死死攥在外头盐商手里，1斤30文，穷人连命都吊不起。是时候让云溪人自己把这口盐的价打下来了。我又苦又涩，这盐没法吃啊，大人。我说什么来着？这拳背了30年喽。当年老辈人就是苦鲁，熬出来的盐又苦又涩，猪都不带吃。大人您白搭这柴火喽。沈大人，听张某一句劝，这吃盐的事儿交给张某就成。云溪要多少盐，张某给您饭多少，1斤30文，童叟无欺。30文，百姓1斤盐要拿半斗粮来换，你这童狗不欺，欺的是谁？大人，这盐价是行规，是官价。再说，私自产盐可是犯王法的。大人，您总不至于为了几个泥腿子去趟私盐这趟浑水吧？犯王法？张老板，我问你，这盐泉是云溪的地里自个儿冒出来的，这卤水是老天爷给云溪人的活路，怎么云溪人守着自己地里的泉熬口盐吃，倒成了犯王法？那是官盐专营，祖宗传下来的。祖宗的规矩是让百姓没盐吃，浮肿了等死。前阵子闹痢疾，救命的盐是各家从牙缝里一撮一撮匀出来的。再这么下去，饿不死的也得淡死、肿死。这盐我熬定了，朝廷真要怪罪，沈某一人担着。好得很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你这苦的猪都不吃的土盐能熬出什么花来，又卖的给谁去？张老板，3日后你再来。哦，来看大人的笑话，来收盐。不过到时候这价可就不是你说了算了。这炉里头除了盐，还掺着旁的苦东西。咱们要做的就是把盐跟那些苦东西分开。先挖一溜深浅不一的池子，把卤水从头一个池子一道一道往下引。头一道沉泥沙，第2道撇浮沫，到这最后一道
盛出来的才是干净卤。盛过的清卤，再下锅，火要稳，熬到起了盐花，先别急着出锅。头一遍熬出的盐，化了水，再熬第二遍。这一遍一遍的回熬，苦的留在水里，白的结成盐。还能熬2遍？熬3遍、4遍都成，越熬越白越纯。白了，大人，这盐它咋越熬越白了？沈燕那苦土盐砸手里卖不出去，正好让我低价包圆，转手再赚一笔。沈大人，张某念在同乡情分，来帮您销销货。您的土盐本就苦涩，卖不上价，这么着，市价压30%，张某全收了。您看，这是盐？哪儿弄来的官盐？这成色比贡盐还白。不是官盐，就是你说的那口苦的猪都不吃的废泉里熬出来的。咸、纯、鲜，半分苦涩都没有。这盐的成色，别说我贩的那些粗盐，怕是宫里的贡盐也比不上。大人，30%不压了，我加价，市价2倍、3倍、不，这1池子盐我全包了，要多少给多少。不卖。不卖，大人，3倍的价啊！您熬这盐不就为了卖个好价钱？我熬这盐，不为卖钱，是为了让他们吃得起。这盐从今日起就在县衙门口开铺，2文1斤。2文1斤，不是30文吗？雪白的精盐才卖2文，2文。大人，您这是糟蹋好东西！这么好的盐2文贱卖，您得亏死！卖给我，我转手你就又卖30文，从百姓牙缝里抠银子。盐是这地里自个儿长出来的，本就该人人吃得起，凭什么你们靠着囤、靠着垄断，就能把这活命的东西炒成天价，从穷人嘴里夺食？百姓的东西就该还给百姓。2文1斤的精盐，雪白的。快手中给我来5斤，我要10斤。慢点，都有。白盐，我活了60多年，头一回自个儿买得起白盐。村里的孤寡老人揭不开锅的贫户，凭名册到盐铺免费领盐。活了一辈子，头一回吃上这么白、这么便宜的盐，这日子真是一天比一天有奔头喽！一个小小的废县，也敢动我们盐路的根基？这要是传扬开了，各地的泥腿子都嚷着要2文盐，我们手里这些盐引还值几个钱？不能留，传话下去，云溪的盐一粒也不许流出云溪界。我倒要看看他那2文盐熬得出来，卖不卖得出去。凭啥扣我们的盐？凭啥？上头有令，云溪的盐是私盐，私盐吃死人，知道不？各州县一律不准买卖，不准过，扣下是为你们好。私盐吃死人？胡说！这盐雪白，全县人都吃着，谁死了？哼，死没死不是你说了算。赶紧滚回吧，回去告诉你们沈大人，这盐他卖不出去，迟早烂在县里。到时候还得他乖乖的捧着银子来求我们酒家给条活路。大人，盐运不出去，这可咋整？官强，他们能堵得住官道，堵得住这满山的小路吗？把盐分装成一袋袋，雇脚夫赶骡马，专挑那些关卡管不到的山间小道，翻山越岭，走村串户。卖盐喽！云溪精盐，雪白的，2文1斤。2文？官盐都30文，你这2文的，莫不是那吃死人的私盐？大爷，您先看货，您再尝一口。咸、
纯鲜，比我吃了一辈子的又苦又贵的盐强了10倍。这盐，这么好的盐，真两文，童叟无欺。我了个豆！乡亲们都出来！云溪的血盐2文1斤，2文呐！给我5斤，不要时间。反了，都反了！临县那些泥腿子翻山也要买他的盐，雇一伙地痞流氓埋伏在山道上，专抢云溪外运的盐队，见货就抢，见人就打，抢光他的盐，打散他的缴户，我看他还怎么卖！此路是我开，把盐都给老子留下！没用的孬种，动手！你们不是脚夫吗？搅呼！我们大人早说了，你们这帮人迟早会来。人赃并获，跟我们走一趟府城吧。放了这帮人，但是他们当街抢盐打人，证据确凿，云溪百姓正群情纷闹。这要是轻轻接过云溪那帮泥腿子，闹起来，激出民变，我这顶乌纱帽还要不要了？可众叛，这帮地痞背后牵着的是9大盐商，那是连我这一州知府都惹不起的庞然大物。光天化日，聚众抢劫，伤人害命，主犯重则40大板，加号示众。至于云溪运盐一事，既是百姓自产自食，情有可原。各处关卡，即日放行，不得再扣。这账算不过来了。在下姓周，早年在府城的商号里管过20年的账，这些时日听闻了云溪的种种，佩服得很，斗胆想为大人管一管这盘账。不是不对，周先生，可是哪里不对？老朽算了一辈子账，从没算过这么大的进项。光这1个月，云溪盐坊的进项就顶得上过去全县整3年的税政啊！从前9大盐商说，盐价30文是规矩，盐归他们卖是规矩。今天咱们把这规矩破了。几个坐在高堂上的大商议人定下来，从百姓嘴里夺食的，那不叫规矩。百姓能吃上，能活下去，这才是这天底下最大的规矩，就该改。前2年闹灾荒，能不饿死就谢天谢地了。如今不光顿顿吃得饱，手里竟还能攒下钱了，这日子真顺是有奔头了呀！光有钱有粮还不够，这路、这房、这城都太破了。大人，您这是又有了新主意？我要烧一样东西出来，铺出来的路刀砍不烂，水冲不垮，垒出来的墙比石头还硬。大人要烧水泥，那是个啥？一种灰粉，拿石灰石掺上粘土，烧透了磨成粉，这粉见了水能凝成比石头还硬的东西。灰粉比石头还硬？哟，听说了吗？咱们这位沈青天又出新花样喽！烧石头，烧成灰，铺路。烧石头铺路，这不纯是败家吗？放着白花花的银子不存，拿去烧石头玩。我看呐，他是钱多烧得慌。我说什么来着？败家，烧出2堆，这不成，火还是不够。2窑柴火烧出2堆废土。沈大人，要不趁早收手吧，别把云溪刚攒下的那点家底全烧没喽。肯定是火候还差着一大截。继续第3窑，来人，加上更多的风扇，把火催给我到极致。听说了吗？沈燕烧那妖窑炸了，还伤了人，这就是妖术惑众，遭了报应啊！老天爷都看不下去喽！邪门，
那窑是动了山神土地，造孽哟！疼不疼？是我考虑不周，这窑淬得太急，结构扛不住那个火，得把窑壁加厚加固，窑顶再开几道透气的堰道，让那股憋在里头要命的火气有处可泄。你们不是伤了吗？回来做什么？快回去歇着。大人，您一个当官的，为了给我们这些泥腿子修条好路、盖间好房，手都烫成这样了。这窑是为了我们烧的，哪有大人您自个儿守着，我们却躲在家里的道理？大人不走，我们就不走。这玩意儿能行吗？等着，等它干。硬了，真硬了！硬，能有多硬？来人，使出你吃奶的劲儿，给我砸碎了！我倒要看看这比石头还硬的牛皮怎么吹破！这地比铁还硬。乡亲们，以前咱们走的路铺石头垫黄土，下雨一脚泥，天晴一身灰，运个盐推个车，陷在泥里半天动弹不得。可这儿不是因为咱们泥腿子就不配走好路，是因为从来没有人肯花这份心思给咱们修一条好路。咱们烧的这水泥铺的这路不只是一条路，更是念想，是让往后的日子一步一步越走越平，越走越宽。大人，您歇会儿，瞧您这手，炮都燎了几层了。这火我们男人家来守，您歇着。对，大人您就指挥，我们替您烧。头一件，先把这通城门的主路全铺成水泥路，叫那车马再不陷泥，运盐运货畅通无阻。第二件，城外那条一发大水就淹田的河，咱们用水泥给它筑一道防洪堤，往后再不怕水坏。第三件，咱们再建一座坊，烧一样你们做梦都没见过的东西。啥东西？一样能让你们清清楚楚照见自个儿模样的宝贝。大人，这又是要烧个啥？玻璃，拿这种沙掺上草木灰、石灰，烧化了再放凉，就成一种又透又亮的东西。磨平了，背后衬上一层，就能照见人。照见人？大人，那不就是琉璃？那玩意儿金贵的很，10窑9不成啊！咱们刚赚下的那点家底儿。周先生，账你算，窑我来烧。这不透，沙不够纯。把那白沙一遍遍的淘洗精挑，只留最白最净的。大人，3窑了，这1窑的要料钱、柴钱、工钱，够全县就用好些这么炸下去，咱们这要把家底儿给烧穿了呀！这白沙还是不够稳。我知道了，不是料的事，是它凉的太急了。凉的太急？这东西烧的时候滚烫，一出窑猛地遇冷，里外凉的不匀，自个儿就把自个儿崩裂了。得让它慢慢的凉，慢到它感觉不出那点冷热。石锤另搭了一座小窑，专管退火。好，烧好的玻璃不再直接出窑遇冷，而是趁热移进这退火窑里，封好，只留一线微火，一日一日，极缓极缓的把那点火往下撤。大人，您去眯一会儿，这儿小的盯着。就差这口气了，这火撤快1分，前头6年全得白费。看看，啊，这里头还有个人，这是俺。哎呀，是俺，真是俺，娘嘞！俺活了20年，头一回把自己看得这么清楚。那点模模糊糊的铜状，晃晃悠悠的水影，跟这面镜子一比，简直天差地别。听说这穷乡僻壤烧出宝镜了，老夫倒要见识见识。哼，我当是什么稀世珍宝？烧块石头
也配叫琉璃？成色还这么……这琉璃能照得这么清？我翻了半辈子琉璃，见过的所谓上品，最多也就透个人影，模模糊糊。是这面镜子轻的能数清我脸上的汗毛。沈大人，多少银子愿您开价？不，您随便开。这一坊的镜子，老夫全包了。这等神镜运到京城，那些个世家豪门还不抢破头？一面卖个几百两，都有人争着要。10文。您说多少？10文钱，一面。要多少，有多少。10文，这等神物10文一面，还要多少有多少。大人，这镜子运到京城，一面真能卖几百两啊！您怎么就2文10文的贱卖了？周先生，你想想，以前谁照得起镜子？只有富贵人家才有那么一面铜镜，还照得模模糊糊，寻常百姓连自己长啥样都看不清楚，只能趴在水缸边瞅个晃影。如今10文钱一面，寻常人家也添得起了。我要的不是把它卖给京城那几个豪门，赚一笔横财。我要的是云溪的，是这天下的寻常百姓，人人都能清清楚楚的看着自己，堂堂正正的过日子。屋里头跟外头一样亮啦。白天屋里跟大白天一样的，往后看诊抓药，这眼睛再不遭罪喽。水泥路要铁镐，磨玻璃要铁砂，农具和堤坝也都得要铁。可咱们云溪自己不产铁，要铁得拿了批实去府城采买官铁。大人，坏了，咱们采买铁器的批文被知府大人给压下了。那位知府上还放行言录，本就100个不情愿，这回逮到机会卡着批文，死活不松口，还撂下一句话，说什么云溪一个穷县要那么多铁做甚？莫不是想造反，硬是1两铁都不肯批给咱们？他这分明是故意卡咱们的脖子，想叫咱们这些工程办到烂尾。他不批官铁，那好，这铁咱们自己炼。水泥、玻璃摊子铺得倒大，可惜啊，样样都离不了铁。大人高明，卡死了官铁批文。他云溪纵有天大的本事，没铁，那些个工程也只能撂在半道，烂尾。一个穷县还能凭空变出铁来不成？等着吧。要不了多久，那姓沈的就得捧着厚礼亲自来府城求本府松松手。到那时候，是放是卡，还不是本府一句话的事儿。大人高明，大人高明啊！自己炼铁啊！大人，炼铁那是何等的大事，得挖矿，得烧炭，得砌那老高老高的炉子，咱们从没干过啊。没干过，不代表干不成。炼铁的法子我懂，剩下的靠大伙这一双手。挖矿的挖矿，烧炭的烧炭，砌炉的砌炉。我沈燕跟你们一块儿干，他卡咱们的脖子，咱们就自己把这口气争回来。大人，这炉子咋砌这么高？炉子高，火才旺，风才透，铁才化得透。我的乖乖，这么多风上一起拉，这火得旺成啥量？开炉！铁水出铁水了，成了，真的成了！咱们自己炼出铁水来了。云溪那边可有动静？那姓沈的服软了没有？大人，
云溪那边确实有动静了。哦，说他派人送厚礼来了？不是，云溪他们自己炼出铁来了。你说什么？自己炼铁？一个穷县炼铁？千真万确。听说炉子垒了好几丈高，铁水日夜不停地流。我卡死了关铁，本以为稳操胜券，能逼得沈燕跪着来求，谁曾想人家根本就没把我这点关铁当回事，转手自己就炼出了铁。反了，他这是要反了！私自炼铁，形同！大人，慎言。人家炼的铁打的全是锄头、犁机、修路的家伙仗，全是种地营生用的。这谋逆的帽子扣不上去啊！真要闹到朝廷，反倒显得是大人您故意刁难一个治县有方的清官。好梨，好梨呀！地翻得深了，种是年年挑的，水肥样样跟得上。900斤，920斤，一亩地900多斤，逼近1000斤了，翻着跟头往上涨啊！照这么下去，亩产过1000还能远吗？今年900，明年、后年，这个数还会一直涨下去。大人，如今咱们云溪产盐、产铁、烧水泥、烧玻璃，重量逼近1000斤，桩桩件件都能自己来了。是啊，知府卡咱们的铁，是想叫咱们永远养他的鼻息，求着他受制于他。可只要咱们自己能种粮、能产盐、能炼铁，能造出一切活命过日子的东西，那么这世上就再没有人能卡得住云溪的脖子。端起自己的碗，吃自己种的粮，使自己的铁走自己修的路，这才是顶天立地的活法。在写什么？俺爹娘也不识字，俺就是瞎画。没事，光让大伙儿吃饱穿暖还不够。周先生，咱们云溪该办一桩从前想都不敢想的大事了。什么大事？办学，让云溪所有的娃娃，无论穷富，都能免费念书、识字、明理，叫他们往后再不会因为肚里没墨水被人欺上一辈子。不论穷富，不收庶书，不要一个铜板的学钱，凡云溪的娃娃皆可入学。可办学得有先生，云溪地界识文断字的本就稀罕，掰着指头数也就一个姓刘的老秀才。沈大人，办学是好事，可您这蒙学不收庶息，什么人都能来？正是，穷家的娃、富家的娃，一视同仁。大人，恕老朽直言，读书识字自古是圣贤事，是清贵事，那是给天资聪颖、家学边缘的子弟预备的，将来好考取功名，光耀门楣。可您招来的都是些什么人？放牛的、种地的，那些个泥腿子的娃，一个个鼻涕邋遢，大字不识。这种粗鄙小儿脑子里装的全是泥巴，您教他们认字，那是对牛弹琴，白费功夫。再说他们一辈子也就在这泥地里刨食，认得几个字又有什么用？刘夫子，您是觉得读书只是为了考功名做官？那是自然，读书不为功名，难道还为这些个泥腿子长长见识不成？怎么来报名的寥寥无几？读书
那是老爷们的事儿。俺家娃认那字干啥？不如跟俺下地放牛，还能搭把手，挣口饭吃。就是认字儿又不能当饭吃。沈大人，俺能来念书吗？俺是个没爹没娘的丫头，也能认字吗？能，当然能。阿和，你是云溪盟学头一个学生，进来吧。今日起，云溪的娃都能读书。先认这些，米、面、盐、布，都是你们日后用得上的字。算术也一样，口诀记熟了，买盐买粮就不怕算错账。沈大人，这些娃念的倒是热闹，可这死记硬背顶什么用？老朽倒想考考。就你吧，小丫头。我问你，7乘以8是多少啊？7、8、56。刘夫子，光背的熟，您许是觉得没用，那出个实在的。阿和，城里张屠户卖肉20元一斤，我要买3斤，给他100文，他该找我多少钱？3斤肉60文，给100文，该找40文。掌柜的要是少找了，那就是7升。刘夫子，您方才问泥腿子的娃认字有什么用？我告诉你，读书、识字、算术，不为考那个功名，不为做那个官老爷，是为了明事理，是为了这云溪的子子孙孙，往后再不会因为胸无断事、目不识丁，被人哄一辈子、骗一辈子、欺压一辈子。沈大人，是老夫迂腐了。这书，老夫教，老夫要把这一辈子的学问都教给这些娃娃。天地玄黄，天地玄黄。夫子，俺看不见字儿，俺也没看到。慢些，慢些，一个一个看。刘夫子，这么晚了还不醒？大人，坐。你这是在抄书？盟学里的娃娃越来越多，可书只有这一本，孩子们白日里抢着看，老朽只能夜里抄。可抄一本，少说也得好几日，几十个娃娃等不起呀。城里书铺没有卖的？有，可一本薄薄盟书就要好几两银子。那些娃娃家里才刚吃上饱饭，让他们拿1年嚼用去买一本书，谁买得起？若不用抄呢？书不抄怎么来？若这一本书能像官印盖文书一样，一页一页印出来呢？书还能印？能。大人，买几本书，县里还能咬牙。可您说全县娃娃人手一本，这账怎么也算不过来。书府里的书贵得吓人，买是买不起的。那就不买。可这印书从何处下手？自己印，先从纸开始。大人，这些破烂玩意儿真能变成纸？能不能捞出来就知道了。这竟真是纸！
这一上午就捞出这么些，比买书坊的纸便宜太多了。纸有了，该做字了。这是天，教你刻字，烧印之后一字一块，用时排版，不用时收回。刘夫子，签字文头一句：天地玄黄。天地玄，玄满一整版。印出来了，这字比老朽抄的还齐整。老朽抄一页要小半日，大人这一版片刻就是一页。若多排几版，多雇些人，一天便能印出几百上千页。孩子们真能人手一本了。沈大人，听说您要印书，破布烂网捞出来的纸，胶泥烧出来的字，这样的东西也配叫书？圣贤文章清贵得很，自古读书就是读书种子富贵人家的事儿。您把这些贱书撒给泥腿子放牛娃，不是糟蹋斯文吗？赵东家觉得书该放在哪里？哼哼，自然该在书房里，在高门大户里，在懂他的人手里。几个铜钱买不起的人，就不配读？不配。继续印。翻开。天地玄黄，天地玄黄。沈大人，您看，俺有自己的书了。会念了吗？天地玄黄，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。这书真三文？沈大人定的价，3文1本。我这辈子还没买过书。我也买一本，往后签契，再不怕被人糊弄。东家，今日还是一本没卖。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摇草晃万年。赵东家，爷爷，这个字念肥。你看，他们拿到书不是糟蹋。圣贤写书是为了让人明理，农人读书是为了把地种好，商贩识字是为了不被弃书坑害。书若只锁在高墙里，字就死了。他进了百姓家，才活。云溪如今不止产盐、炼铁、烧玻璃，还办蒙学、印书，街头百姓几乎人手一本。印书，盐、铁、粮，已够让他聚民心。如今连书都印了，今日印圣贤书，明日若印别的呢？刁主播，下官在，你亲自去云溪，私开盐井，私炼铁器，私设学堂，私造印版，哪一桩都够问他。大人放心，下官定替您把这位沈青天好好问一问。我要的不是问，我要他的把柄。
沈大人，好大的能耐！本主不奉知府大人之命，问你几桩事。私开盐井，贩卖私盐，私采矿山，擅自炼铁，私设学堂，聚众讲学，私造印版，擅印书册。你不怕？主簿大人远道而来，辛苦。罪认不认不急，既然大人是来问责，不如先随沈某在云溪走一走。好啊，本主簿正要看看你的罪证。从前这里一下雨，满街泥泞，老人孩子常摔断腿。沈大人，炼出来的铁打了农具，也修了路。哼，私铁就是私铁。这是什么？云溪今年的新粮。大人，今年粮仓又快满了。大人卷宗上写的云溪，是不是饿殍遍野，颗粒无收？您今日亲眼看，可见一个饿肚子的人。2文1斤，拿好。往后咱家做菜也不苦了。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。不碍事，抓2服药，少收你几个钱。谁要治沈大人的罪，先问问咱云溪人答不答应？不答应！当年孩子快饿死，是沈大人救回来的。俺这双手是沈大人给的活路。主簿大人，这要是动手，怕是要出大事。动不得。政绩归政绩，王法归王法。你这盐铁，终究是私自当头。大人要论王法，哼，自然。那就请大人算一笔账。云溪大旱2年，朝廷可曾拨过赈灾钱粮？拨过吗？第一批3000担粮，白银5000两；第二批粮5000担，银8000两；第三批巡抚衙门加拨粮1万担。这些救命粮、救命钱，有1粒米1两银子进过云溪吗？没有。你血口喷人！云溪收粮记录空白，百姓按户画押，分文未领。大人若要参我私盐私铁，尽管去，只是这赈灾钱粮去向，也该一并查清。刁主簿，你说是让百姓活命的盐最大，还是从恶病嘴里夺粮的最大？大人，痛快！他们说我目无王法，他们那是放屁！张勇，王法若只护着官仓里的银子，不护百姓碗里的饭，那还叫什么王法？真正的王法，该在百姓的一日3餐里，在娃娃的书声里，也在这家家户户安稳过日子的烟火里。
大人，俺记住了。大人，既然证据都在，为何不告？告到哪里？知府之上是巡抚，巡抚与知府一条船，这状子半路就会被压下。到那时，遭殃的不是他们，是云溪。等什么？等一个真正能为天下百姓做主的人。等他来了，我亲手呈上去。周先生，你觉得今天我们赢了吗？雕主簿都被逼退了，自然是赢了。赢了一时，云溪越来越富，盯着他的人只会越来越多。今日他们还讲官文，讲罪名，若有一日他们不讲了呢？直接带刀枪来抢，云溪拿什么守？大人的意思是，云溪不能只会种粮、产盐、印书，也该长出护住自己的牙齿。云溪要练一支真正护得住自己的兵。大人放心，俺挑300精壮，刀枪弓马，日夜操练。不够，不够。咱们当年可是打退过黑风寨2000土匪。那是土匪。若来的是披甲死士，是府兵，是盐商重金养出的亡命徒呢？我要造一样东西，让寻常庄稼汉练上几日，也能在几十步外撂倒披甲汉兵。世上有这等东西？有。火枪。大人，这管子是不是太厚了？怪沉的。厚一分，才扛得住火药在里头炸；薄了，炸膛先伤自己人。每次装油要定量，多了炸膛，少了打不远。这黑乎乎一根铁管，真能当兵器？试过就知道。点。穿了，80步，穿甲了。俺练刀30年，也未必能劈开这甲。但一个庄稼汉练熟火枪就能做到。大人，这火枪营交给俺。记住，不是为逞凶，是为了护住身后的人。装油，压弹，举枪，放。炸山取石，莫靠近。大人，火枪已经够吓人了，您说的那个更大的东西，真要造？要造，造出来，蒙上，不到云溪生死存亡，不许露面。老胡明白。更不许随便响第2声。他不怕东西丢？大人，如今咱云溪谁家丢了东西，第2天准有人送回来。小伙，钱别多放。知道啦。夜里睡觉，好些人家门都不关了。粮食、盐、铁、书都是外物，真正长出来的是人心。
夜不闭户，门儿都不锁。钱三爷今儿个算是撞上金窝了。嘴溜溜溜溜。客官，看中哪匹？是摊主呢？喝茶去了。你拿了货，把钱搁盒里就成。我要是不给钱呢？不给钱，那不成偷了吗？咱云溪谁干那个？爷爷，钱袋掉了！小娃娃，捡着钱袋儿咋不自己揣着？不是自己的东西，不能要。没人看见。夫子说了，路不拾遗。邪门儿！谁在外头？三更半夜的，是迷路了，还是饿了？吃吧，锅里还热。你不怕俺是贼？瞧你这样，是外乡逃难来的吧？吃饱了，柴房里有干草，明早去县衙门口问张捕头，哪家作坊缺人。老人家，俺问你个事儿。问。你们云溪人咋都不偷不抢，门也不锁，就不怕招贼？呵呵，外乡来的吧？3年前不是这样的。干裂的土地，倒在路边的饿膘，百姓为半块饼厮打。夜里有人破门抢粮，那会儿锁门也没用，饿急了眼，谁都能变成狼。后来沈大人来了，沈大人带人开荒，人人有饭吃，有衣穿，娃娃有书念，病了有人看。人但凡有活路，谁愿意当贼，让人戳脊梁骨？沈大人说：“苍偻实而知礼节。”这地方俺不能偷。大人，您说怪不怪？一个惯偷来了云溪，愣是没偷成，走前还倒贴盘缠。不怪，不怪。张勇，你觉得世上真有生下来就坏的人吗？俺说不好。很多人偷，是因为饿；抢，是因为活不下去。你跟一个连饭都吃不上的人讲礼义廉耻，他听不进去。可你让他吃饱、穿暖，有活路、有尊严，他心里的凉害自己会发芽。良善会发芽。治世不再严刑狱法，再让每个人都不用为了活命去作恶。1200，整整1200斤！再称一遍。李伯，没错，1亩1200。3年前1亩才110来斤呢。查清楚了，云溪吉府，粮、盐、铁、玻璃、书房，样样都兴旺。城外禁地呢？守得像铁桶，小的几次想靠近，都被拦了回去。
看不清。哼哼，一个小小县令竟藏得这么深。北夷上，本府亲自去看看，这3年大成的云溪到底藏了什么。听说云溪3年大治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同。全赖百姓勤勉。勤勉2字，可不能解释所有事。沈大人，带本府看看。大人想看哪里？沈某奉陪。那就看看你这云溪到底有多少本事。沈大人，沈大人安好。这些都是提前安排的。不像，街上铺子、行人都是真的。对不住。听说这里寻常人进不得。不错。里面藏着什么？火药工坊，炼铁炉窑。火药遇火便炸，铁水上1000度。前些日子还伤了工匠。沈某封禁是怕伤人，大人若执意要看，自然可以。只是若有闪失，大人，千金之躯，既是凶险之地，本府就不进去了。谢大人体恤。点火！大人，这一炮，1000军万马也挡不住。蒙部，入库，对外只说炸山取石，从今日起，谁也不许再提。不到最后关口，他绝不再想。大人，云溪如何？哼，富得流油，民心如铁。偏偏最要紧的禁地，本府什么都没谈到。姓沈的藏得太深，暂时动不得，但不能不动。沈燕断我言路，害我9家亏损惨重。明着动他不成，他民心太深，城外还有不明火气。明的不成，就来暗的。我养了一批地痞亡命徒，先让他们去砸盐铺闹一闹，探底。正是，我倒要看看云溪这块铁板究竟有多硬。客官，砸了东西要赔。老子今日就是来砸的！看什么看？滚远点！这盐铺是沈大人给咱云溪开的，2文1斤的盐，是咱穷人活命的盐。你砸盐铺，就是砸咱全云溪人的饭碗。跟咱们过不去，不能让他们走！反了你们了！哪来的狂徒，敢在云溪撒野？拿下！你们想干什么？饶命！饶命！谁派你来的？没人，我们路过。是盐商，就打盐商的人给的钱，让我们砸盐铺，闹得越大越好。大人，怎么处置？
放了。放！让他们回去带句话，告诉你主子，云溪的盐铺是云溪人的命根子。今日他派几个泼皮来，云溪人能把他们赶出去。明日他若派更多，云溪10万军民也不会让他讨到半分便宜。滚！大人，就这么放了？张勇，你看见了吗？看见什么？今日不用我下令，百姓自己先围了上去。因为他们知道，这盐铺是他们自己的，护盐铺就是护自己的日子。3年前，云溪是一盘散沙，如今10万颗心拧成了一股绳，这才是真铁板，谁也砸不烂。哎呦！老爷饶命！那云溪人跟疯了一样，全围上来了。看来民心是真的成了一块儿。地皮不行，就刻意山匪。我出银子，联络周边7、8股山匪，凑2000人，真刀真枪打一场。我倒要看看沈燕的云溪挡不挡得住2000亡命贼。破了云溪，金银粮食随你们抢。弟兄们，干不干？大人，2000土匪离城失礼。他们终于来了。张勇，在。火枪营登城。得令。那是什么？沈大人藏的兵器。缓坡那边。铁西瓜都买好了，等他们进来。破了云溪，粮食、银子、女人都是你们的。沉住气，再近些。烟火！你会炸，有鬼！火枪营，预备！放！带装！放！这是什么妖称？大当家，弟兄们冲不上去！撤！快撤！大人，要不要追？要不要把那门炮推出来，给他们一炮？不追。今日目的是守城，那门炮不到最后关头不许现身。明白。火枪和地雷已经足够让他们传话了。云溪不能去，跑了不回来。李会长，上铁管会喷火。那名县令不是县令，是妖人。私藏火器，这不是要造反吗？私藏火器，
好啊！大人，2000山匪败了，您为何高兴？民心我动不得，禁地我探不进，可私造军器，形同谋逆。这一次，本府要亲率府兵，名正言顺开进云溪，以私造军器、图谋不轨之罪，把沈燕和他的云溪连根拔起。沈燕，本府接到密报，你私造军器、私藏火枪，煽惑民心，图谋不轨，如此形同谋逆的死罪，你可知罪？今日奉命前来，只为查明案情，本府或可从宽处置。若敢抗拒，本府这2000府兵足以把你这云溪围得水泄不通。大人，下令吧！火枪营只要1轮齐射，这2000府兵不可。大人，张勇，你糊涂了。城下是府衙的人，咱们若先动火气，事情就再说不清了，反倒让他有了借口。开城门！什么？大人，万万不可！放心，云溪真正的城墙从来就不是这砖石垒的。哼，算你识相。来人，给我把这反贼拿下！要抓沈大人，先从俺们云溪10万百姓的身上踏过去！放肆！都愣着干什么？给我冲！把这些刁民统统给我拿下！谁敢护着反贼，一同当尊处！将军，他们都是手无寸铁的百姓啊！您看这云溪，家家丰衣足食，路不拾遗，夜不闭对，这哪有半分反贼的样子？咱们来向这样的百姓举刀，传出去，咱们成了什么人？知府大人说沈某谋反，那大人请睁眼看看，这是一座曾经饿殍遍野、卖儿卖女的城，如今苍林风蚀；这是一座曾经人人相倚、家家庇护死守的城，如今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。敢问大人，古往今来，哪有反贼会把一座人间地狱制成人间乐土，再双手捧着献给朝廷？我沈燕若有反心，何须如此？沈大人是青天，好得很。沈燕，你好大的能耐，好深的民心！撤兵！别得意，你私造军器，煽诱民心，铁证如山。本府这就上奏朝廷，等朝廷天兵一到，我倒要看看你还能蹦跶几时。大人，好险！幸亏您没让火枪营动手，更没推出那门炮。动手就输了。这世上最坚的甲，最利的兵，从来不只是火枪火炮，是这10万把我护在身后的民心。殿下，云溪以10万百姓逼退府兵，另有弹劾称云溪县令沈燕私藏火器，形同谋逆。云溪、沈燕，3年，把一座绝收死城制成亩产千金、富甲一方、民心如铁的人间乐土，还练出能退2000悍匪的火器，有点意思。张管事，奴才在。你亲自去一趟云溪，本宫要知道那个沈燕到底是何方神圣，那点石成金的本事又是真是假？莫要声张，本宫要的是实底。奴才遵命。
张老板，您是来翻什么货的？先看看行情。3年大治，点石成金，一个边陲穷县能富到哪里去？乡野传闻，十有八九是吹出来的。掌柜的，这等好盐，当真只卖2文？那可不，沈大人定的价童叟无欺，咱云溪人吃盐早不当回事儿喽。玻璃，这等物件，便是在京城皇宫里也是不多见的宝贝。一面巴掌大的玻璃镜，都能引贵人争抢，可这里竟给寻常铺子做窗户。客官外乡来的吧？这玻璃云溪也产？那是自然，咱云溪盐、铁、玻璃、水泥，样样都能自己造，都是沈大人带着大伙鼓捣出来的。老师傅，好手艺！敢问这炼铁的法子？俺只管抡锤打铁，不带任何情绪的炼。炼铁的窑那法子是沈大人的本事，俺不懂。掌柜，这精盐是怎么熬的？张老板买盐我欢迎，问方子我可不敢。俺们只照着做，方子金贵，不能外传。来，老师傅，些许茶钱。无功不受禄，张老板，有话直说。听闻你们这位沈大人治县厉害，私底下怕是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吧？外乡人可不敢胡说，沈大人是咱云溪再生父母。当年没有沈大人，俺们早死了。沈大人的一根汗毛，都比你干净。盐、铁、玻璃都是生财之物，可亩产千金的粮才是安民养兵、定天下的根本，玄机在化肥。周先生，账房大管家，云溪的钱粮营生，没有他不清楚的。读书人最好办，无非名与利，只要银子够多，官许的够大，我就不信撬不动他。周先生，久闻大名。先生这般管账理财的大才，屈居小小云溪，实在可惜。云溪虽小，却容得上周某。先生可知，张某背后有一位贵人？愿闻其详。那位贵人，穆先生之才已久。只要先生肯点头，黄金1000两，京城宅院一座，还有一个正经官身。先生从此平步青云，再不必窝在这穷乡僻壤。张老板，你知道3年前的周某是个什么光景吗？3年前，我只是个屡试不愿、穷困潦倒的落魄秀才。
所谓满腹经纶，换不来半斗米。妻儿跟着我食不果腹，连房东都把我撵出来。那时候我常想，我这一身才学到底有什么用？是沈大人不嫌我落魄。把云溪一线的钱粮账目全交到我手上。周先生，你的才学不是没用，是从前没遇上用得着他的地方。这3年，我看着账上的数，从赤字连篇到仓廪丰实；我看着云溪，从饿殍遍野到夜不闭户。也看着沈大人把挣下的每一文钱都花在百姓身上，他自己住的还是漏风旧衙门，穿的还是洗得发白的旧官袍。张老板，您跟我说1000两黄金，可我这双手管过的云溪家底，何止1000两？金山银山从我手里过，我连一文都不曾动私心。因为我亲眼看见，什么样的人，什么样的城，值得我把后半辈子都搭进去。你拿黄金官身来买周某，可周某这条命，这点本事，3年前就已经卖给云溪了。他不二价。先生高义，是张某唐突了。今日这番话，就当张某醉了。张老板，一个贩货行商，对云溪的钱粮账目，对沈大人的方子，比对自己的货还上心，这可不寻常。言尽于此，张老板既是贵人身边的人，想必听得懂一句话：云溪的东西金贵，有些念想，趁早断了的好。此人绝非寻常行商。大人，他背后那位贵人来头怕是不小，他所图正是咱们那些方子。我知道，大人早就知道。他前脚进城，后脚我就得了信。一个京城口音、出手阔绰的行商，整日不务正业，只打探云溪营生，想不引人注意都难。那要拿他吗？不急，光凭几句打探，拿不住他，也问不出背后的人。收买你不成，他不会善罢甘休。下一步，他必会铤而走险，亲自动手。那咱们，给他拜好一个请君入瓮的地方。硬酒不吃吃罚酒，软的不行就来硬的。今晚城西化肥厂，进去之后拿图谱取样物，得手就走。机灵点，得手立刻走。找到了。老板，这是粪啊！我堂堂京头管事，明探不成，收买不成，最后夜盗。偷的就是这一坑大粪。能蒙产千金，粪也是金子。走。找着了。张老板，大半夜不在客栈安歇，跑我化肥房里偷大粪。你早就知道。你进云溪后处处打探，又重金收买我的账房，我若还看不出你所图为何，云溪这3年
岂不白治了？这门是我特意给你留的。请君入瓮。说吧，你背后是谁？大人，这厮嘴硬，要不要用刑？不必。你不必说，我猜你也不敢说。能许出1000两黄金京城官身的贵人，能叫你这等人物卖命，豁出去夜道的贵人，这云溪城里，怕是没人担得起让你吐出名位的后果。我只问你一句，那位宫里贵人让你来云溪，是要方子，还是要我沈燕和满城百姓的命？人连同赃物口供一并收押，好生看管，不许走漏风声。今夜这桩事，原本本记下来，画押封存。大人，不送官法办。送哪个官？送那个巴不得给咱们扣谋反帽子的知府，还是送那位远在京城、深不可测的贵人？先关着，证据封好，口供存好，等真正能管事的人来。是。你究竟什么时候才会来呢？豆腐，刚出锅的热豆腐。杨婶儿，老规矩，来2块，钱搁您篮子里了啊。哎，好嘞，自己拿，不用数。大人您瞧，如今这买卖做的，搁下钱拿了货，连数都不数。那有啥好数的？咱云溪谁差那2词儿，谁还惦记着顺人东西？就是，前儿个我那孙子啊，在路上捡了个钱袋，追了2里地还给人家。我问他咋不揣兜里，他梗着脖子说：“父子讲了，路不拾遗。”慢点跑，仔心摔了书本。摔不着，今儿先生教千字文，迟了就没做了。大人，3年前，这些娃还在啃树皮、饿肚子呢，如今一个个都能背书喽。读书识字，才有出息。这些娃娃长大了，云溪才算真正立住了根。沈大人，您可是好些日子没上街喽。今年这收成又是个大丰年，家里那2亩地打的粮，3年都吃不完啊。沈大人，您可得长命百岁。大人，又看这个，这破纸片您都收了3年了，上头写的啥来着？裁撤。3年前我到云溪头一天，朝廷送来的。我想起来了，那会儿城外2000土匪围着，城里饿殍遍地，朝廷不发兵不放粮，就甩来这么一张要咱们弃城裁撤的破纸。我当着满城百姓的面，把它撕了。撕得好！留着这一角，是想时时提醒自己。这座城，朝廷曾经不要了，可他城里的人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，不是公文上大笔一勾就能勾掉的数目。朝廷不要，我要，我要让他好好的活给天下看。大人，这3年值了。还没完呢。大人，这箱子装的是那京城来的细作的口供。不止，所以我封着它，封着，等一个能越过这帮蛀虫，真正为天下百姓做主的人。等他来了，我就把这箱子亲手交到他手上。陛下，再有10里就到云溪了。卷宗上可是写着
这云溪是咱大境最穷的废县，饿殍遍野，十室九空啊！朕知道，朕这一路看下来，处处民生凋敝，这天下最穷的地方，想必更是惨不忍睹。那陛下此番亲临，是要……朕要亲眼看看这大境的根子到底烂到了哪一步。等朕看完这人间地狱，回京之后，沿途这些失职误国的地方官，一个都别想轻饶。陛下圣明。张统领，官道上来了一队车马，瞧那架势，像是京里来的大人物。大人，又是冲咱们来的。这回是福是祸？福祸。张勇，我问你，咱们这3年把一座死城治到今天，图的是什么？图让百姓过上好日子。还有呢？图有朝一日，有个能为天下做主的人，亲眼看见云溪，看见这世道原来可以不一样。我等了3年的那个人，怕是来了。去，备茶，上最好的茶。